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斯莫格的这一套标准版的球头魔术手，实际上就是魔术手、魔术手臂。但这个魔术手臂呢有不同的版本。那么我个人觉得这套魔术手啊，在这个传统的魔术手的设计上，应该说又向前走了那么一小步。那这一小步呢，会让整个魔术手的使用体验又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增强。咱们今天呢就一起看一看。这个魔术手啊，目前呢推出了3个不同的版本。那么咱们从外观上去看啊，这个就是1/4和1/4的这个版本。那么它两侧都带1/4的这个阿拉丁尾销。这是1/4到1/4的版本，那么这个呢是1/4到 Noto 这个夹座的这个版本，它是兼容 Noto 滑轨的，是这个版本。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从1/4到3/3的这个版本。那么咱们先以这个最经典的1/4到1/4为例啊，因为说这个使用的人群呢是最多的，也是最广的。我们来看看这套设计里面有哪些独到之处。首先呢，就是从整个魔术手的这个设计上去看的话。这套魔术手的设计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它呢也有一些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些细节，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首先大家看它这个旋钮的这部分啊，它是非对称式的，它是非对称式的。那而且这里还内藏了一个工具，看到吗？这个小的工具，这个工具到底会起什么作用？咱们待会儿给大家去分析。另外呢，它整体的这个锁紧的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我们来看一看，它两侧。这个在这个魔术手的实线上，它两侧是一个，那这个我们打开看看，它在这个结构设计上，我们把它拆开，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结构设计上属于这种典型的就是非对称式的设计，非对称式的设计中间呢用了一个弹簧，然后这一侧大家看到吗？这侧用了滚珠轴承，这是采用了这个滚珠轴承的这种的衬套的这种方案。那么中间呢，为了这个提高这个整个的操作顺滑程度啊。那么还有这个轴承的这个油脂在这里面，这是典型的一个利用这个滚珠轴承实现的一个结构。这个轴承的使用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当我们去旋紧力度的时候，那么整体的它的这个移动，它会保证两侧的受力是一致的，就是上面这个球和下面这个球的受力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这个滚珠轴承啊，就会让这个力的传导，就是让它完全垂直于这个金属片的方向。球体的这个设计上，也有一些自己的细节。大家看这个球体，它是一个球碗的设计，但是球碗的设计，它下面这个挖孔啊，并不是挖成了一个规则的形状，它实际上是一个非规则的一个形状，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豁口，它实际上是为了让这个魔术手啊有一个更大的这个运动的空间。我们来看看怎么安装啊。如果是，而且这个球是模块化的，它可以去换装。你比如说这是1/4的，你可以换成3/3，可以换成 Noto 滑轨，你也可以换成别的品牌的，因为。大家这个现在关于球的这块的设计，它的直径是一样的，但是斯莫格这个球呢，它中间做了挖空，所以呢，整体的魔术手在保证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它的这个重量会更轻，所以这是它设计上另外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一块，用黑色这个 O-ring 呢实际上是密封圈，但是它用在这个魔术手臂的设计里面呢，那就是会让整个锁紧的时候，它起到了一个弹垫的一个作用，就是让这个锁紧变得更稳固。再一个呢，就是避免金属和金属之间的这个碰撞会导致的这个掉漆的问题。那安装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看，先把它旋成十字形，两侧都放好，然后一旋转就可以了。那它会利用整个设计的公差，好，这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再去稍微旋转一下，它就掉不下来了，因为它会整个的会利用整体的设计的公差，让这个球啊就像个关节一样紧紧的锁在里面。那随着你不断的锁紧这颗旋钮，那它这个球体就会和那个半球的那个球碗紧紧的抱在一起，那么形成一个关节。然后在转的时候，那个 O-ring 的话呢，不仅是可以起到这个阻尼的这个作用，再一个就是那么可以避免，可以尽可能避免，也不能完全避免，尽可能避免这两个这个金属球体和边框之间造成摩擦、造成掉漆或者造成这个损坏。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设计逻辑啊。那么它是这种典型的非对称式的设计。那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在这一侧它没有做盖板，所以呢，就是如果有一些用户啊，他用手拧这个螺丝，他会把整体给拆散。你按道理来说，这里应该做一个带这个金属拉丝纹理的盖板，把它盖起来，这个会对于整个魔术手臂的长期使用的稳定性会更好。好，除此之外呢，咱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要在随机这里面随机附送了一个这么一个小的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铁质的。它实际上是个扳手，这个扳手用来旋紧哪些部位呢？我们来看看，就是上和下这两侧的这个球体一体式的设计啊。那么它呢，就是为了照顾到手拧的力度，实际上已经做了这个很纹理很强的这个旋钮的设计了。
就是让我们在旋转的时候可以非常紧的用双手用这个拇指跟食指都可以旋得非常紧。但是呢，就很多时候呢，就是考虑到，比如说监视器，比如一些别的设备，那么你靠手去拧，好像确实没有办法100%的拧紧，因为这个力臂毕竟太小了，只靠摩擦力呢还是不够的。那它就是为了增加力臂去使用的。大家看这里面有圆孔，这个圆孔呢就是为了让你增加力臂的。来，采用这样一个方式增加力臂。那么这个工具就很巧妙。以往的设计呢，就很多品牌是把它当成一个六角扳手，然后随机附送的。但是呢，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往往是不会去佩戴那个六角扳手的，那怎么办？那这个斯莫格的这个设计应该说在斯莫格 logo 的下方做镂空，那采用磁吸的方式把这个扳手固定在这里面，内藏式的一个力臂加长的方案，这点设计就非常的聪明了。那么会让这个魔术手的使用，就这块的会对于使用的体验会有很大的提升。那么再也就是上面这两侧这个阿莱定位孔是这个弹出式的、这弹簧式的结构，就是即使是你不带定位孔也没关系，那么它可以去弹下去，然后呢就变成一个经典的1/4，所以这个使用场景是很多的。那么这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1/4的螺丝设计的方式，就是我1/4我要给你就给全，给你1/4，也同时给你2个定位销，而这2个定位销呢是一个弹簧弹出式的一个结构，那么它可以适用于几乎是所有的这个场景。但是这种设计呢，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如果你的兔笼它不带这个阿拉定位销的时候，你还硬把它去拧，时间久了，因为这是钢珠的结构嘛，它会把兔笼的那个阳极氧化的漆给蹭掉，这就是唯一的一个小小的缺憾。当然这个不是魔术手的问题，而是兔笼设计的问题。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叫 lock， 看到吗？它还有一个这提示的一个标志 lock， 有个箭头，这个箭头呢就是要告诉你你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拧的时候，这个螺丝会锁得最紧。一般来说呢，你看我们从上往下看是顺时针是拧紧，逆时针是拧松嘛，一般的这个正螺纹都是这么设计的，所以它同样也符合这个原理。当我们正面的往下去拧的时候，那就顺时针拧，用它增加力臂去锁紧，然后逆时针是拧松。同样在上一侧也有这个 lock 的这个标志，所以呢，这个就是双1/4的结构。那按照相同的思想，把这个魔术手的这个关节进行换装，那就可以获得像这个 Naoto 的这个滑条的这个接口。Naoto 滑条呢，就可以去接这个 Naoto 滑轨。Naoto 滑轨这里面就是使用场景就非常多了，很多兔笼的那个顶部的结构，它就是按照这个 Naoto 滑轨去设计的。那包括爱图仕的那些棒灯，那么也是用这个 Naoto 滑轨去设计的。我们给大家拿一个 T2C 的这个结构本身就是一个 Naoto 滑轨，所以说这个魔术臂拿来固定这个像艾莫拉的这个棒灯啊，也是再合适不过的。来看。看到了吗？就是这个 Naoto 滑轨的一个一种典型的用法吧。当然 Naoto 滑轨在咱们这个影像创作里面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接口。8/3呢也是充分利用这个结构，因为大家看它的顶部的这个面积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8/3加阿莱这个呢，有很多兔笼它的顶部的设计也是这种接口的。它其实已经不光是一个扩展的配件了，它同时还可以做成一个上手提的一个简易的上手提，就采用这个方式。那么简易的上手提也能实现，因为它的这个锁紧的力度同样也非常大。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每一个独立包装的这个魔术手臂里面，它还随机会附送一个 O-ring 的那个备件，这是一组2个。因为这个 O-ring 呢，对于魔术手臂来说，它是属于耗材的，尤其是你反复拆装的时候，包括在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下，那么 O-ring 呢会出现老化的。那么这里面的设计师也是很细心。那么给出了这个 O-ring 的备件的这个选择，当然 O-ring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买，这种各式各样的颜色的嘛。那么这都是标准的这种工业的零件。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整体设计。另外就是刚才看到了上面这个做了一个小小的豁口，就是为了让这个魔术臂啊在这两侧的角度，大家看这是会在这两侧大概会增加15度左右的这个旋转的空间。那最后咱们对于这套这个魔术手的设计啊，再进行一个总结，就它有这么几点设计，那是别的魔术手所不具备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它所有的1/4和3/8都配备了这个防倾转的阿莱定位销，这一点设计是值得点赞的。那么也是我个人觉得将来的魔术手应该都要采用这样的标准去做。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这个倾角左右的倾角，那么会比传统的魔术手要大一些。第三个就是它有一个内藏的，就是增加可以这个内藏，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内藏的锁紧的扳手。锁紧装的扳手，那么这个会让这个魔术手的使用变得更安全、更加的可靠。第四个就是说它的这个颜值设计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在线，审美都非常在线。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套的这个魔术手的。那这是标准版魔术手啊，因为之前大家也看到过，咱们视频里还做过这个关于迅鹰快拆的这个魔术手臂，那个球的直径会比这个大一些，所以不清楚后面斯莫格会不会还继续推出这个增强版的这个魔术手的这个配件。当然，就这套魔术手臂来说，功能强大，设计用心，然后呢，在用户体验上会比传统的这个魔术手要更进一步。那这就是本期视频关于斯莫格的魔术手全部介绍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咱们下期视频再见。